每次当你呼吸时，空气将进入气管，经过一些名为支气管的通道，最后到达一些小的气囊团，叫做肺泡。肺里有将近6亿个肺泡，总面积大约为75平方米，面积和一个网球场差不多大。这些只有一个细胞后的小气囊促成了一项非常关键的转换，使氧气能成功地进入到血管里，并清理掉二氧化碳。肺炎破坏了这个环节。肺炎是一种肺泡感染，会导致肺泡充满液体。肺炎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病因，最常见的是病毒或病菌。这些微小的入侵者要么是通过吸入的空气中的水汽，要么是在我们碰过被感染的平面后，又接触了我们的眼睛、鼻子或嘴而进入我们体内。然后他们会面对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——黏膜纤毛自动扶梯。黏膜纤毛自动扶梯由困住入侵者的粘液和一些细小的毛发组成。这些毛发叫做纤毛，负责把粘液运送至嘴巴，使它们可以被咳出去。但是有些入侵者有可能通过黏膜纤毛自动扶梯并进入肺里，并接触到肺泡。因为肺泡相当于血液和来自体外的空气之间的一个临界交换点，它们拥有专门的白血细胞，又名巨噬细胞。这种细胞通过包络和吞噬外来细胞来进行防御。当病因抵达肺部时，巨噬细胞就会开始摧毁它们。免疫系统也会在肺泡中释放出更多的白血细胞去帮忙。当免疫细胞和病因搏斗时，它们会制造一些炎症，还有作为副产品的液体。当这些液体积聚起来后，就会使肺泡内的空气转换更加困难。当血液里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时，身体会更快地呼吸，试图把它们清除掉，并且吸进更多氧气。急促的呼吸是肺炎的一种很常见的现象。身体也试图通过咳嗽使那些液体脱离肺泡。确定肺炎的源头可能会有些困难，但是当它发生了，医生就可以开抗生素、含有抗菌或抗病毒的治疗。抗生素的治疗能够使身体内的炎症得到控制。当病因清除以后，身体会缓慢地驱逐或吸收液体和死去的细胞残骸。最极端的症状也会在1星期内消失，但是完全康复可能需要长达1整个月。除此以外，健康的成年人在家里就能够使肺炎得到控制，但是对于一些群体来说，肺炎的后果则要严重得多。当身体抗击炎症时，需要住院治疗和氧气、人工呼吸机或是其他辅助措施。吸烟会对纤毛造成损伤，使它们难以清除正常含量的粘液和分泌物，更何况是由肺炎引起的超标含量。遗传和自身免疫的毛病可以使一些人更加容易感染肺炎。幼童和老年人肺部的自我清除能力和免疫系统都相对较弱。当一个人患有肺炎时，他们患有细菌性呼吸感染的风险也更高。许多因肺炎死亡的案例都是由于没有很好的医疗条件导致的。但是有些时候，即使有需要的设施和看护，当身体进入了一场自身无法承受的对抗感染的持久战，就会激活身体各处的炎症途径，不只是在肺里。这其实是一个保护机制，但是这个状态过久，器官就会开始衰竭，引发休克甚至是死亡。那么我们要如何预防肺炎呢？正常饮食、充足的睡眠和运动能帮助你的身体战胜感染源。疫苗可以对抗常见的肺炎病因，同时勤洗手也可以抑制这些病因的传播，并保护那些对肺炎没有抵抗能力的人。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？观看这些视频来挑战你的想法，或了解更多你不知道的事情。订阅并保持好奇心。